很多人修行一開始就盯着果位，初地、二地、十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好像打遊戲升級一樣，一級經驗值100，二級500，四級直接畢業。甚至還有7天禪修營，結束時直接發一個出果證書。另一邊卻有人告訴你，這一生根本不用想，你連出果都不可能。那問題來了，佛陀當年真的建立了一套這麼嚴格的等級制度嗎？還是後來的人把它慢慢整理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繼續學習雜含卷15第392經。佛陀沒有講什麼新的內容，只是變的法子，不斷重複一句話：你把握了四聖諦就能解脫，沒有把握就不能解脫。為什麼反復強調四聖諦？其他所有宗派唯有掌握這個才能解脫，否則就是忽悠。因為在佛陀看來，重點不在於你信什麼，而在於你有沒有真正看清問題。如果你連什麼是苦都沒弄清，連苦為什麼產生都不知道，連苦有沒有可能結束都不知道，連方法也不知道，那麼你再努力也只是瞎折騰。而且佛陀一直在強調如實知，他沒有說你要相信苦，他說的是如實知道痛苦，如實知道痛苦的根源。這不是靠想象的來的，也不是別人告訴你的，而是事情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比如你以為痛苦是因為工資低，可漲了工資，痛苦還在，於是你換工作，痛苦跟着你；換城市，痛苦也一起打包過來；換伴侶，痛苦依舊如影隨形，因為你始終沒找到真正的病根，一直在解決錯誤的問題。表面上看，生活一直在變，實際上你只是在反復踏入同一種模式。真正的解脫不是改變外在，而是讓那個不斷制造痛苦的慣性在你這裡停下來。所以一旦你能如實知道痛苦，知道痛苦的根源，也清楚根本的解決之道，你的行為模式就會發生根本性改变，不會再掉進低級的慾望和情緒陷阱，也不會反復自我懷疑，而是能踏實的向前走。當你真正掌握了底層邏輯，你就擁有了獨立的認知體系，不再需要向外病急亂投醫，也不會盲目追隨所謂的大師或外界的救世主。這個世界從來不缺大師和救世主，可多了，信眾也足夠瘋狂。到了這個地步，你不再被焦慮、執念、恐懼綁架，心裡有了足夠的韌性。但即便如此，也別把這條路理想化，別以為從此就不會犯錯，不會有情緒波動。那是宗教聖徒的敘事，是人就會犯錯。你仔細看看當年佛陀親自認證的那些阿羅漢，他們之間也照樣有衝突和矛盾。真實世界怎麼可能像天堂一樣？可這恰恰不是失敗，而是真實。知道這一點，反而讓人鬆一口氣。我們不必成為完人，也不必苛求世界完美。真正的解脫不是從此一帆風順，而是在認清這一切之後，依然願意清醒地應對每一個具體的當下，允許自己犯錯，也允許自己修正，不再用應該怎樣來折磨自己。如此，你才真正從尋找救贖的幻覺中走了出來，回到人間，腳踏實地地活着。393經，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在現在，不是讓你剃頭出家，而是斬斷外界雜音，下定決心專注投入修行或者某項事業中。無間等指不再是死記硬背或理論推演，而是刻在骨子裡，成為本能的直覺。就像走路和骑自行車，你不要再思考怎麼走、怎麼騎、腿怎麼邁，認知與本能融為一體，沒有間隔。三劫就是身見、戒禁、取和疑，其實就是見解上阻礙你認清現實的認知枷鎖，或者說是心理慣性。出果須陀洹是破除盲信與幻想，斷除身見，不再執着於虛榮與固化的自我；斷除戒禁取，不再迷信無效的規條與形式主義；斷除疑，不再對底層規律猶豫不決。有人說，我天天在這裡叨叨叨，只是做研究，根本不會修行。他們認為每天做大量功課，持多少名號和咒語，做多少大拜，打坐多少個小時，完成 KPI，這才叫修行。
卻不知道從開始努力的方向就錯了，拼命在借進取上面用功。二果斯陀含是減少情緒應激，貪婪、嗔恨和愚痴沒有徹底根除，但慾望的烈度和情緒反應的幅度已經大幅降低。遇到刺激時，能迅速覺察並且停止，不再容易被激怒或衝動。三果阿那含已經斷除五下分別，除了斷除身見、戒禁、取和疑，還斷除了貪和嗔，已經徹底擺脫低級情緒，斷除了對底層慾望的依賴，擁有了極強的心理彈性。無論外界環境多麼嘈雜或惡劣，內心都不再產生對抗和焦慮。四果阿羅漢認知已經徹底通透，從須陀洹到阿羅漢，這是具體的果位，是認知升級的階段性里程碑。辟支佛也翻譯為圓覺或者獨覺，指沒有佛法時，有人靠自己長期觀察人生、觀察因緣，獨自發現了解脫之道。但是他們不會建立教團，也不會系統教別人。而佛陀不僅自己發現了解脫之道，還能建立一整套理論教別人，讓別人也能修行解脫。而他教出來的人都屬於聲聞，就像我們現在絕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學校培訓才掌握了知識，這就是聲聞。這篇主要講從初學者到初果，到四果阿羅漢，到辟支佛，甚至佛陀，都要掌握四聖諦。很多宗教都有一個特點，修得越高，秘密越多。今天告訴你第一層秘密，明天告訴你第二層秘密，最後還有最高秘密。問題是，最高秘密之上，還有不傳的秘密。很多人以為修行就是經常參拜不同的大師，求不同的法門，學更多理論。但是阿含不是，佛陀說，從入門到成佛，學的就是同一個東西，基礎即進階，終點即起點。沒有隱藏教材，沒有終極秘籍，沒有 VIP 課程，始終都是苦集滅道，只是理解越來越深。就像打乒乓球，初學者在練接發球，世界冠軍在賽場上依然是在做最精細的接發球，對象沒有變，只是理解越來越深入。但這裡有個小問題，值得提一下，就是這個聲波涅槃。傳統定義說這是5種阿那含之一，其他還有中波涅槃、無形波涅槃等等。意思是說，三果阿那含死後不會再回欲界做人，會投生到淨居天，區別只在於他們什麼時候最終成為阿羅漢。所謂的中波涅槃，是指剛投生到淨居天就證的阿羅漢，最快。聲波涅槃則是出生之後稍微生活一段時間就能解脫。其他3種也都是時間快慢的差別。但這些概念的定義其實很模糊，很可能是部派時期才產生並逐步完善的。不過這只是個小問題，畢竟比較冷門，和大多數人關係不大。更值得懷疑的是，如果這些細分概念都是後期完善的，那會不會上面的解脫4果本身也是慢慢被建構出來的呢？那我們先看看現實世界。南傳佛教圈子裡出現一些速成派，一些非常現代的密集禪修營，在短短幾天的訓練結束後，直接給學員頒發果位證書，感覺就像你去上了周末領導力培訓班，然後機構發給你一張初级聖人資格證。好主意，我馬上去拼夕夕批发1萬張，當粉絲見面禮。但硬幣的另一面是傳統保守派，他們对這種做法很反感。在他們看來，在當代社會，這4個階段的任何一個門檻都已經高到遙不可及，甚至有一種普遍的絕望論調。普通人要想達到哪怕最低級別的須陀洹果，這一世都沒戲了。你只能老老實實行善積德，等待下一位佛陀降世，再去碰運氣。一邊是幾天拿證的速成班，一邊是幾輩子都達不到的絕望論。普通修行者就被這種矛盾拉扯着。開始修行的時候，我和好多人一樣，目標非常明確，那必須成佛。如果只成為初地菩薩，甚至10地菩薩都不夠看。但花了很長時間，我才意識到，從初地到10地菩薩，名稱和定義都很模糊。至於怎麼進階，不同經論之間也互相矛盾。不像讀書，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學習的深度和差別是清晰可見的。
接着我又分別嘗試走禪宗、淨土宗和密尔日巴的方式，花了很多年，我還真以為自己学有所成了。在之後，我知道了宗教史，才發現这些路都是被有心人建構的，而且慢慢知道是怎麼建構起來的，知非己手。我想，好吧，那根據巴利經藏和阿含經，從初果到四果，這總該清晰了吧？於是巴利經藏和阿含就成了我的終極開悟指南。好幾本厚厚的手冊，分成4個循序漸進的階段，而且極具挑戰性。你只要每天嚴格打卡，吭哧吭哧的學經打坐，總有一天能達到下一個標準。初果是清晰的，斷三結，定義明確，而且舍利弗等好多聖者都明確經歷了初果。但奇怪的是，二果和三果這兩種果位在經文中出現的次數明顯比初果和阿羅漢要少得多，定義也比較模糊。更奇怪的是，你看早期的成就者，五比丘也好，舍利弗也好，乃至晚期的沙门果经和长老记、长老尼记也好，這些記錄早期僧尼開悟過程的文獻裡，幾乎都沒提到他們經歷過二果或三果。難道說他們都沒按這套指南念過？他們就是某天突然頓悟，然後直接從初果跳到了終點？這好比一家科技巨頭強制要求所有新員工必須通過嚴苛的4個等級認證才能晉升。但你去翻創始團隊的回憶錄時，卻發現那幫元老當年根本沒考過這些，他們直接就在出租屋裡當上高管了。也就是說，歷史現實和後世教育之間存在着巨大的斷層。那麼這套複雜的打卡系統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最初證得初果須陀洹的是焦成盧比丘，之後五比丘都陸續證得阿羅漢。也就是說，在初期，初果須陀洹是阿羅漢的基礎，但沒有提到二果和三果。早期佛教團體必須完全拋棄世俗生活，出家成為比丘，放棄所有財產，斷絕一切世俗的社會關係。但不是生產的僧人，靠誰來養活？他們又不能憑空變出飯來，需要世俗信眾來提供食物、土地和資金支持。但問題來了，如果你告訴那些有家庭責任、每天辛勤工作、供養僧團的在家居士，因為你們不能出家，所以永遠被擋在解脫大門之外，那很多人肯定不幹了。出錢出力，總得給個小紅花吧，這是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所以最初證得初果的居士是耶舍的父母，而耶舍是天字第7號阿羅漢。但其實當年初果須陀洹並不需要嚴格的 KPI， 比如那位超級大金主幾咕嚕長者，他給僧團捐了無數錢財和精舍，但他作為一個公認的須陀洹聖者，竟然直到臨死前才第一次聽到關於無我的教義。這說明他之前並不懂這些教理，更多只是僧團的天使投資人和忠實支持者。也就是說，現實中為了留住並激勵這些過着世俗生活的人，理論體系必須做出靈活應對。再來看一個有意思的案例。那時，達摩提那居士帶領一群居士一起來到佛陀的住處。坐定之後，達摩提那居士對佛陀說：“世尊，請您教導我們吧，好讓我們能在長久的未來得到利益和安樂。”達摩提那，既然如此，你們應當這樣修學。如來所說的經典極為深奧，意義深遠，超越世間，與空性相應。你們要時常安住於這樣的法中。世尊，我們這些住在家裡的人，家裡有孩子的喧鬧，睡在家施產的布料上，用着旃檀香，戴着花鬘，塗着香膏，享受着金銀財富。對於如來所說的那些極為深奧、意義深遠、超越世間、與空性相應的經典，我們實在很難時常安住其中。世尊，請為我們這些安住於五戒的人，再開示更進一步的教法吧。達摩提那，既然如此，你們應當這樣修學。我們對佛陀有堅定的信心，確信那位世尊確實是一位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士、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對法、对僧團也要有堅定的信心。
並且要持守聖者所歡喜的戒律。世尊，您所說的這4種進入聖者之流的條件，我們已經具備了。我們正是與這些法一起生活的。我們對佛陀、對法、對僧有堅定的信心，也持守着聖者所歡喜的戒律。達摩提那，你們真是幸運啊！你們真是有福報啊！你們應當知道，你們已經可以被稱為預留果的聖者了。這就是一個被世俗生活淹沒的普通中年大叔，但佛陀並沒有批評他不夠精進，反而安慰他說：“只要你信三寶，遵守基本道德，只要具備這幾個要素，你就已經達到了須陀洹果。”門檻被默默地降低了。還有更戲劇性的，當時釋迦族的白首去世了，世尊為他做了祭別，說他是須陀洹者，不再墮入惡趣，命運已經決定，正向覺悟邁進。這時，很多釋迦族人聚在一起，私下議論，憤憤不平地說：“真是稀罕啊，前所未有。這樣一來，這裡還有誰不是須陀洹呢？白首去世了，世尊竟然祭別他是須陀洹，可白首明明曾經犯戒喝酒啊。”於是，釋迦族的摩訶男來向世尊請教。佛陀回答：“摩訶男，如果一個人長久以來都是在家信徒，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他怎麼會墮入惡趣呢？白首正是這樣的人，他怎麼會墮入惡趣呢？有人能證4果阿羅漢，有人能證3果阿那含，有人能證2果斯陀含。又有一種人，對佛、對法、對僧成就了信心，但智慧不敏銳，不快速，沒有得到解脫。他斷盡3劫，成為預留者，不再墮入惡趣，命運已經決定，正向覺悟邁進。這種人已經解脫了地獄、畜生、惡鬼，解脫了惡生、惡趣、墮落之處。又有一種人，對佛、對法、對僧沒有成就堅定的信心，智慧不敏銳，不快速，沒有得到解脫。但他具備了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這些法，又能對如來所說的法以智慧做少量的觀察。這種人不會墮入地獄、畜生、惡鬼，不會墮入惡生、惡趣、墮落之處。又有一種人，對佛、對法、對僧沒有成就堅定的信心，智慧不敏銳，不快速，沒有得到解脫。但他具備了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這些法，並且對如來有着純粹的信仰和喜愛。這種人不會墮入地獄、畜生、惡鬼，不會墮入惡生、惡趣、墮落之處。摩訶男，如果那些大眾能分辨善說與惡說，那我為那些大眾祭別預留果都不算什麼，何況是世世白首呢？摩訶男，世世白首在臨終時是受了戒的。很明顯，佛陀對硬性的 KPI 不太感興趣，更強調包容和靈活的務實精神。對於世俗居士團體，當時的門檻被刻意放低了，你不需要出家，可以繼續做生意、結婚生子，只要你規範自己的道德底線，對僧團有堅定的信仰，同樣可以拿到解脫之路的入場券。甚至像白首這樣生前還犯戒的人，只要長期皈依三寶，臨終重新受戒，佛陀依然認可他已經走上了解脫之路。如果我們重新回頭看392和393經，會發現佛陀真正反覆強調的從來不是果位，4個蘋果也好，梨也好，辟支佛也好，佛陀也好，但是每一次他最後都會回到同一句話：如是之苦集滅道。這說明在佛陀那裡，果位只是個方便，只是給你發的一朵小紅花，只是拼夕夕的一張小卡片。四聖諦才是真正不变的核心，滅除煩惱才是真正不变的核心。真正的解脫不是離開人間去追尋一個虛無縹緲的天堂，而在認清人生的真相之後，不再被虛妄的執念綁架，帶着一份通透和坦然，腳踏實地的活好每一個具體的當下。至於後來越來越複雜的等級體系，是佛陀親自建立的，還是部派時代不斷完善的？下一集我們繼續。
你覺得更危險的是7天就能成聖，還是一輩子都不可能成聖呢？評論區聊聊。